我们今天呢要来开箱一支非常前卫的手机哦。这支手机呢，它只能用来打电话，对，它不能上网，然后也不能下载 App， 什么 Line 啊、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不用想了。它就真的是一支与世隔绝的手机，它就是 iPhone 2。那这个呢是一间美国公司出品的手机哦，它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解决现代人的网络成瘾还有资讯焦虑的问题。像是我本人呢，这两个问题真的是超级严重的。像是我的荧幕使用时间一天都是10个小时起跳，有人比我长吗？然后像是我手机啊，平常没有在用，我也会让它荧幕开着，就是生怕我把荧幕关起来之后会错过什么资讯一样。晚上睡觉呢，甚至是滑到不敢闭上眼睛哦，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这款手机的出现呢，就是要让我们的重心回归到现实世界。因为不能滑网路，所以你有更多时间陪家人、陪小孩。就算你今天很无聊，你做的第一件事情也绝对不会是滑手机，而是除了手机之外的运动啊，或是兴趣。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理想跟美好呢？所以就让我简称它为理想国手机吧。那这支不能上网的手机定价多少钱呢？美国那边呢定价是$299，那这个是第2代嘛，其实第3代已经推出了，现在是可以预购的状态。那支第3代呢是499。好，那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还是赶快来开箱吧。嘿。它整个包装呢是用一个纸做成的，然后它上面有这种很像书本的感觉，非常的简约，就是没有多余的设计。然后呢，我们把它撕开，哎呀，立刻失败，立刻失败啊！怎么办？打开，哦。它就是一个非常简约的设计，然后它整个设计都是还蛮可爱的这样子，像它这边就是有一些手写字啊，然后这边就是使用手册，把它拿出来，它下面有附一个充电线，哦，它好小只哦，非常非常的小只哎，好喜欢哦！大家看我的手掌，它有点像 iPad mini， 有 iPad mini 这种东西吗 ？Anyway，iPad Nano 大概是那种感觉。我去拿 iPhone 来比一下。我跟你们说，这个 iPhone 一定是照着 iPhone 去设计的，长得真的超级像，它就是比 iPhone 1代还要再更小。它真的好可爱哦，我被可爱到了。只是后面有一张贴纸，它就是直接贴在背面诶，好奇怪，为什么要自己撕掉？这感觉撕下来会有残胶诶，算了。然后呢，我们这次一起买的还有这个手机壳，我们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噔噔，它上面有一些碎屑。它基本上就是跟手机长得差不多，就摸起来几乎一样。这样子有装壳跟没装壳是有差吗？我们来把它装上去。我为什么觉得有装跟没装一样？我觉得没装好像比较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个壳跟它手机的材质手感根本就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用它我会想要裸机用，如果我真的要用的话。但我现在摸摸看这个手机啊，我是会有点担心说它会染色，就是这种材质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染色。那顺便讲到它的颜色啊，它现在是有卖灰色跟黑色，然后我们现在买的是这种灰，还蛮好看的，感觉很百搭的一种灰。好，那我们现在呢来开机吧。有东西吗？哦，它荧幕好像亮起来了。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纸的荧幕，它就是那种电子书的感觉的那种荧幕，它不会有像素啊，或者是颜色什么的，它基本上就是只有一个颜色。那我现在呢，先把 SIM 卡装进去好了。它该不会没电了吧？哇，我觉得这只手机真的是非常的极简就它上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多余的按键啊什么的，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点像小电子书的感觉，只是它做成了手机。但我现在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没电了。然后呢，我发现一件就是比没电更恐怖的事情，就是它的充电孔竟然是 Micro USB， 就是它不是 USB-C 我吓到了，因为我刚才想说我要用那个行动电源来把它充电。不只是非常前卫，而且还非常原始的，这是冲突的美感呢。好，那我刚才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是让它开机了。然后它现在正在更新它的系统，那我就顺便来讲一下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好了。首先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轻，然后它整体非常小一只，就是单手就可以掌握，然后也是单手就可以操作。那我刚才在点选它的触控荧幕的时候呢，它就是按下去之后会有一个震动回馈，那你要稍微有一点用力，它不像我们一般的那种手机，它的荧幕是非常灵敏的。
它就是还是比较偏向那种电子书的感觉，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种电子墨水的电子书，它就是不是那么灵敏这样子。但是整体而言呢，我对它第一印象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它非常轻巧，然后非常方便，然后整体是非常非常简约，就是它没有多余的任何彩色，然后让你完全只专注在手机应有的功能，也就是讲电话上面。然后呢，它现在在更新系统，它已经进来了耶！它刚才已经更新好，然后我还以为它正在更新，因为它画面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稍微玩一下，我真的好不习惯哦，因为它就是真的只用来打电话，它没有什么所谓的桌面啊，或者是 App 啊，或者是什么网站啊，什么都没有，它的界面就是这个样子，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例如说你点手机好了，它里面就是联络人，然后让你打电话，就这样。然后你点它的类似桌面的界面呢，它里面就是有另外一个选项是闹钟，然后接下来是设定，而且我觉得最妙的就是它可以连 WiFi， 而且它自己也可以变成一个热点，就是别人可以连你这台手机当成热点，就是虽然它自己不能浏览网站跟滑 App， 但是它可以当成热点，就还蛮好笑的，好可爱哟！大家看它的界面，这个键盘真的是有够可爱的。好，那我刚才玩了一下呢，首先就是它要新增一个 iPhone 的账号，然后在上面新增的时候，我在打字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它其实不是那么灵敏，这也是其中一个他想要制约大家不要沉迷于手机的一个做法吧，就是让你打字很困难。总而言之呢，后来我就找了一下要去哪里新增一些小工具，因为它上面其实不只是打电话还有闹钟，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功能，但是那些功能呢，竟然要从他们自己官网上面新增呢，就是你还是要用到网络。所以后来我就是还是用我的 iPhone 进到他们官网，然后现在大家看到那个荧幕录影的部分呢，就是我要来新增上面的小工具。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可以来看它有哪些工具可以用，例如说计算机、日历，然后 directions， 所以它是有地图吗？不知道总之我们就是全部都先新增看看，感觉是非常简约风格的一些工具哦。好，我就是全部都新增进来。Directory 它是有点类似名片的东西耶，好酷哦！就是它有点像是 Google Map 上面的店家资讯。Hotspot 热点，我们等一下呢都来玩玩看这些小工具。那我现在呢就是全部的小工具都已经新增进去，其实蛮多的它其实蛮多小工具的。然后全部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他们没有所谓开放式的那种 App 商店之类的，他们就是全部都是自己设计，然后都是非常简约的风格，然后当然不会让你上网，就是它顶多就是会有地图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我们的 iPhone 上面继续来测试。所以这只手机呢，其实它是有一些扩充功能的，只是你要另外到网络上面设定。然后如果你没有扩充，我就是只有打电话还有闹钟这样子。我现在扩充完毕之后呢，大家看到它就多了非常多的项目。就蛮好玩的，我们先来试看看。我觉得这台手机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它不是那么精确，就是例如说我们用 iPhone 好了，你就是点哪边，它就是点哪边，然后你输入什么字，它就是会给你怎样的字出来，然后怎样的图片，然后每个像素都非常的精细，然后明确，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在这上面呢，你就是不一定按得到你想要的按钮，然后呢，它上面显示的像素也是看起来非常的不稳定，因为大家知道那种电子墨水啊，它就是，例如说你按一个按键好了，它如果消失的话，它下一幕可能会还是会有一点残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台非常浪漫的手机。它上面的那种电子墨水的那种感觉呢，也不是说好像真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好像还是有一点模糊那种感觉。可以说它就是一只反其道而行的手机哦。好，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那个计算机的部分。其实它的触控不会说很难用，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打键盘，因为像是我刚才用它来注册账号，它那个键盘其实塞得非常的挤，因为像英文的键盘它就是很多嘛，然后你要用那么小的荧幕在上面打字，其实是有点困难啦。但是如果你是用计算机的话，空间还算是足够，计算机不错。然后再来下一个呢，来看看日历的部分。对了，顺便讲到呢，这只手机是只有英文系统，它不会有中文，但是呢，你可以接收中文的简讯，但你不能传中文，因为它就是没有中文输入法。他们说之后有可能会加入，但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啦，因为它的荧幕那么小，你要打中文真的是有点为难它。看一下日历的部分哦，所以这边可以新增行程，真的是有够可爱的哎！大家如果有用过电子书的话，其实它就是电子书，只是它是非常小的电子书，然后有手机的功能。然后再来是方向，也就是地图的部分，但是你要用英文打中文，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路名是怎么拼出来的，这个真的是难倒我了。哦，有哎，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搜寻就是我要从台北101到台北市政府，就是它会告诉我要怎么走。然后呢，按一下右下角的地图，它要出现地图了吗？好紧张哦！各位观众，它有地图欸，没有想到它竟然可以有地图，好可爱哦。然后因为它只有黑白，所以其实看不太清楚。然后呢，这个地图它不能像 Google Map， 就是你2只手指头可以缩放啊什么的，它就是不能那样子用。它还蛮古板的，就是真的很像那种很旧的电子设备，它就是不是那么灵敏，这样子用一用会生气啦。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太为难它，因为它本来就是没有要让你做那么复杂的工作这样子。我在想，如果它是用我们这种OLED 萤幕之类的话，可能就会失去那种浪漫的感觉，因为它现在就是真的是一只非常小巧，然后很可爱、很浪漫、很天真、很无邪，然后很理想的这种手机。再来继续测试下一个功能 Directory， 这个应该是就是类似店家资讯嘛，所以它其实就是有非常基础的一些店家的介绍，就例如说你今天要去什么景点啊，你今天要去什么店家，你就是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很基本的资讯，这样子就是不至于让你饿死在街头啦。好，再来下一个是热点，热点就是可以让别的手机来连你这只手机的，当做 WiFi 的机台这样子。然后下一个是音乐，然后音乐的话呢，你一样要连接电脑才可以把音乐放进来，它只能播放本地储存的音乐哦，就是它没有串流平台那么 fancy 的东西。再来呢是备忘录，就是笔记本，也是非常可爱。然后你还可以录音它可以用录音哦，然后它还可以听 podcast。但是 podcast 它要怎么存进来啊？该不会还是要用那个网站吧？如果你一直用依赖这个网站的话，你不觉得就是有点多余吗？因为它的本意就是希望你不要上网啊，然后你这里面的功能你又都要用手机，就有点。我觉得是有点矛盾啊！我现在就是真的发现，就是 podcast 你一定还是要上他们的网站。我最近在听什么 podcast？ 我想一下。上面竟然有 Paycast， 好酷哦！呸，我找到你的 Paycast 了。就是呢，你如果要在这个 iPhone 上面听 Podcast 的话，你一定还是要进到他们网站，也就是说，你还是要上网去找他们的网站，然后呢，你要点进去系统，然后去下载 Podcast， 然后才会出现在你的 iPhone 上面。所以这整件事情都非常的矛盾，因为 iPhone 本身就是要你戒断网络嘛，让你远离网站，但是这上面不能自己下载 Podcast。然后电子书啊、音乐什么你都要自己汇进去，我觉得自己汇进去可以理解啦。但是 Podcast 你还要另外用手机、另外用网站或者另外用电脑来下载，你不觉得超级奇怪的吗？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进到这个 Podcast 的页面，里面就可以来搜寻 Podcast。然后我刚才就搜寻了 Paycast， 就是配做的，就是最下面这个竟然找得到我觉得好神奇哦。然后你就可以点加号，就可以把它加入你的追踪清单，它应该就会自动出现在你的 iPhone 上面了。要说方便吗？也算是有点方便嘛，就是以它这么一只复古手机来说。然后我们现在切换到 iPhone 上面来看一下我的 Paycast 有没有出现在 iPhone 上面了。真的有好酷哦！所以它真的可以在这上面听 Podcast。然后它其实是追踪制的，所以例如说你追踪了某个 podcast 的频道的话，它基本上更新就会自动出现在 iPhone 上面，所以还算是 OK 啦。然后点进去就可以直接听。然后它这边是有耳机孔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有耳机孔，所以这上面真的可以阅读中文。就是如果你是电子书啊，中文电子书什么，这上面也是 OK 啦。然后我们再继续测试我们的功能，然后还有一个计时器，这个计时器也是好复古，天哪！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个超级大的重点，大概是这只手机唯一可以实测的重点，就是我们来打电话。我们刚才有插 SIM 卡了。喂，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了，好酷哦！它收音其实还不错我真的接通了，它现在正在通话，有够好玩的。所以通话功能正常无误，真的蛮可爱。蛮好玩的一只手机。然后呢，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的电池电量哦。它的电池只有950毫安时，但是呢，实测下来，大家说几乎都可以撑2到4天啦。2到4天非常惊人我们现在根本就是1天1充啊，然后它就是最长撑到4、5天这样子，就是看你使用那些小工具的频率。那里面这些小工具呢，其实也是非常实用，我觉得没有半个是多余的。几乎每个都用得到，例如说备忘录啊，或者是行事历之类的。好，那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它可以使用的功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iPhone 2没有的功能。首先呢，就是网络浏览器还有社群媒体，没有错，就是 Facebook、Line 那些的，通通不用想了。我觉得只要是有在上班，或者是你是社畜，就一定会用到 Line 吧。台湾人应该是没有 Line 不能工作吧？那我一开始得知它不能用网络浏览器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疑惑。
就是现代病，你没有手机不能上网，就不知道该怎么查东西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呢，这只手机就是完全不能让你很快的增加你的知识量。例如说，你今天发现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然后你要去查的话，这只手机完全不行然后你就必须要用非常原始的方式，例如说看电子书啊，然后听 podcast、听音乐什么的来吸收知识。我觉得这也是一体两面啦，就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吸收知识的话，它可以让你有更多空间去思考、去吸收，但是它的速度就不是那么快，所以就是看你想要追求的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不能拍照，但是其实现在新推出来的那个已经在预购的第3代是有一个相机的，但是这个第2代就是什么都没有，它完全不能拍照。我觉得它的本意就是要让人享受当下，因为像是你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自己也会一直沿路一直拍，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忘记说我现在正在旅游，我正在放松，然后我要跟家人一起享受那个旅游的当下，去享受那个美景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只手机就是要让人沉浸在这个美好的时光，不要浪费时间去拍照什么的，就让它印在你的脑海里吧。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总体而言呢，我觉得 iPhone 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手机。如果你是有资讯焦虑啊，或者是上网成瘾什么的，这只手机真的可以帮助你度过那段时间。但是呢，因为它又只有英文系统，所以目前就是比较适合英文为母语的人吧。但是其实它是可以看中文的啦，就是如果你是中文电子书什么的，你传进来你还是可以看，但是你就是不能打中文字。那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觉得在上面打字其实也非常困难，所以也不用太笑想说你要在上面打字多快啊，然后做笔记做很快啊什么的。不用想了。那我个人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只手机，就是我今天这样子短暂接触之后，我是非常喜欢它的设计理念的。虽然我自己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切换到这只手机上面，因为我的工作啊，或者是我自己在经营社群什么的，我一定要用到网络，所以 iPhone 是必需品。然后这个呢 ，iPhone 可以说是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世界，然后非常理想的生活。如果我今天就是已经退休了，人世间已经没有我需要顾虑的事情，我就是去享受我人生的话，我真的会考虑用这只手机。而且它又那么小，那么可爱，我觉得它的界面是让人非常舒服的一个界面。尤其我觉得现在社群平台上面会有那种因为注意力不集中的关系，大家都想要去夺走你的注意力，然后就会用一些很惊悚啊，或者是很特别的画面，比较奇怪的画面去吸引你的注意力。但是在这上面呢，完全看不到那种东西，你就会觉得用它的时候我心里竟然获得了平静。就是它就是只有一个颜色，然后它的设计界面设计语言永远都是一致的，绝对不会出现那种什么突然跳出来吓你啊，然后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不会有那种注意力抢夺的感觉。那对我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小玩具啦，就是不可能真的去用它这样子。那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好玩的东西。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看什么第3代啊，或者是其他类似的产品，我也非常愿意介绍。如果你想看，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